9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致辞时强调，要坚持以包容心态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驻美大使谢锋日前也表示，君有咖啡，我有茶，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进步的动力。他呼吁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怀，打破交流壁垒，拉紧文化纽带，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暖流和动力。9月2号，王毅在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应当持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是亚洲跃升为世界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地区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实现持久繁荣的必然选择。王毅强调，我们应坚持以开放理念引领地区经济一体化，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用，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小院高墙，构建更加畅通融合的区域经济循环。要坚持以包容心态构建开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框架，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零和博弈，让本地区远离地缘政治的计算，不当大国博弈的棋子。对于如何共创更好未来，王毅提出4点倡议：一要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二要积极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促进亚洲发展振兴；三要努力弘扬睦邻友好的相处之道，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四要坚定奉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全球智库大会由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主办，主题为促进南北东西民间社会对话，多国政要、国际组织和知名人士线上参加。它主要是重申了3点重要的这个中方的这个对外的这个立场吧。第一个呢是中国坚定地站在这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边，支持世界多极化和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这样一个势头，重申了中国呢支持这个合作、发展、振兴这样一个目标，重申了这个倾城汇融的这个周边外交理念，再一次提出呢这个要推动构建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大洋彼岸，由多个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举办的第21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当地时间2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中美都是多个民族并存、多种文化融合的国家，都生活着勤劳、智慧、勇敢、自尊、自信、自强的人民。500多万在美华侨华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谢锋强调，君有咖啡，我有茶，各有存在的理由。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进步的动力。Let's open our minds, appreciate the beauty in each other's culture, break down barrier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ties, so that we will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and grow our friendship and bring more positive energy.into China-US relations. 中国文化节吸引了近万名美国民众参加，在欢快轻松氛围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中美建交40多年来，民间交往始终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中美已建立起284对友好省州和友城，促成了众多的务实合作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强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始终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原则为根本遵循处理对美关系，致力于同美国建立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一贯支持和鼓励中美民间交往。希望美方也顺应民意，同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支持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上月底的访华行程被认为对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两国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并宣布成立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有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
雷蒙多用双方最大的成就是承诺加强沟通评价此访。然而，尽管雷蒙多认为此访收获满满，但美国对华的态度依然矛盾重重。就在回国后不久，雷蒙多接连接受了多家美媒视频连线采访，宣传自己此访成果。9月3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中，雷蒙多声称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出售芯片，但仅限于非前沿芯片。No one ever said we want to decouple from China as it relates to semiconductors.We ship billions of dollars of semiconductors every year to China. That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但雷蒙多随即话锋一转，称自己对中国非常强硬，没有哪位商务部长比自己还强硬。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最顶尖的芯片。What we are going to do, and we will not compromise on, is preventing the sale of our most sophisticated, most powerful semiconductors to China. 他继续搬出所谓国家安全的借口，称这是一个微妙复杂的信息和政策现实。同时，他还乐观地估计，美国有望在2030年前建立一个庞大、深入、世界上最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对于美国的一系列芯片出口管制措施，中方此前早已多次表态，这种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违反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也将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他这种表态呢，是为了迎合国内的这个强硬派、反华派的这样一个胃口，他也想达到一种国际上的这个宣传的这样一个效果，挑拨离间吧，就是说这个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拉拢盟友来一起，就是说实施一些这个对华的一些这个出口管制也好啊，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这个政策。第三个目的呢，它也是这个想对这个后续中美之间这个现在恢复了这个磋商，对这个谈判，中美的这个磋商跟谈判，它有这个施压的这样一份考虑在里面。不过，雷蒙多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采访时，也理性地强调，美国必须管理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激烈竞争。Conflict is in no one's interest. We need to manage the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That's good for America. That's good for the world. And in that respect, I think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very large and growing and underpi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S. jobs,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if stable, can be kind of a ballast for the entire relationship. 随后，当被问及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看法时，他便用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来说明，中美企业加强合作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You know, they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I was in Shanghai. It's quite stunning to see the progress Shanghai's made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so it's clearly true that when they were more market-focused and reform-oriented, Chinese economy was stronger. 我们其实也要看到，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吧，现在就是也有这个回归理性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斗争，另一方面呢也要这个去充分的去利用它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这样一个转换来推进这个中国的这个中美合作以及中国的这个企业的利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宣布，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月9号到10号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本次 G20 新德里峰会有何看点？中国总理亲自率团前往新德里参会，又向外界释放哪些重要信号？来看看报道。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官宣了李强总理将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的消息，引发现场中外媒体的共同关注。发言人表示 ，G20 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中方对此高度重视，期待通过峰会就此凝聚共识，对外传递信心，共促繁荣发展。当前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可持续发展困难增多。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应当加强伙伴关系，合力应对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的突出挑战，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全面放开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 G20 峰会，也是自20国集团建立以来，国务院总理首次代表中方参加峰会，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那么由国务院总理去参加 G20 峰会呢，表明了中国呀更加希望 G20 峰会聚焦在经济治理层面上去发挥它的更大的作用，至少在当下这个环节。因为过去1年我们会很明显看到，就是在西方的一些这个主导和歪曲下， G20 峰会已经由过去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治理的一个首要平台，转换成了一个讨论安全问题，甚至是乌克兰危机这些问题的一个政治平台了。这实际上是扭曲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的这个 G20 的它的这个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这个作用和功能。李强总理除了赴印度参加 G20 峰会，还将于5号至8号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际，外界高度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亚太多边外交周中，中方能够贡献智慧，提出方案。G20 是涵盖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间论坛，成员包括19个国家和欧盟， GDP 总量约占全球的 85%， 贸易占全球总额的 75% 以上，人口约占全球的2/3。这是印度首次担任 G20 主席国，为期2天的峰会将在新建的巴拉特曼达帕姆大厦举行。位于新德里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展览中心，靠近地标性建筑印度门纪念碑。除了中国领导人外，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确定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宣布缺席，由外长拉夫罗夫代为参加。按照 G20 官方网站发布的议程，新的峰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发展，将重点聚焦6大方面，包括绿色发展、快速、包容、有弹性的增长、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技术转型与数字公共基础设施、21世纪的多边机构以及女性主导的发展。印度总理莫迪上月27号表示，作为今年 G20 峰会的东道主，印度将在峰会中重点关注非洲联盟的困境及其发展前景，并提议让其成为 G20 正式成员国。और ये आई है inclusiveness। हमने अफ्रीकन यूनियन को भी G20 की स्थायी सदस्यता के लिए इस विजन के साथ इनवाइट किया।据尼日利亚《每日信报》报道，作为非盟成员国之一，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新德里峰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加入 G20 的目标。尽管从2010年以来，非盟主席一直定期受邀参加 G20 峰会，但目前的 G20 正式成员中的非洲国家只有南非。不过，近年来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国表态支持后，要求非盟成为 G20 正式成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是第一个明确支持非盟加入 G20 的国家。去年8月，王毅外长在中非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的致辞中表示，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走自己的路，坚定支持非洲各国联合自强，中方支持非盟加入 G20。此后，中方也在多个场合重申了其支持。G20 峰会是个全球治理平台，它吸收了1半以上的发展国家的参与，成了一个可以说话、可以发言的一个平台。它实际上是在改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是有显著作用。尽管发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那想在中国参加 G20 这个活动呢，是对 G20 很大的贡献。那么中国的现在自己的一些经验，这个是会在 G20 中间得到体现。特别是在对发展国家有启示和帮助作用。今年上半年，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俄乌冲突持续，以及去年美联储大幅加息所产生负面效应之后，都制约着世界经济复苏。尽管世界银行在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2.1%， 较年初的预测上调 0.4个百分点，表现出相对乐观态度。但这一预测增速仍低于去年的 3.1%， 表明世界经济增长还在不断下行。雪上加霜的是，在美联储和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仍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今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运行正陷入制造业低迷、通胀居高难下和金融条件紧缩的3重困境，令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形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4号共同主办100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态势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心剂。当前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已经降到了自2战以来的最低。这么巨大的经济的压力世界都需要信心。那么中国呢，现在也在后疫情时代呢，启动了经济复苏逆风向前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决心和意志。中国继续参加G20，向 G20 输出经济复苏的信心，以及呢这个经济继续可持续增长的中国式的经验，我觉得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大国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这个大的框架下，中国式的经验、中国式的方案它能产生的作用和被世人所接受的程度越来越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周2赴印尼参加东盟系列会议，并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今天外交部也正式官宣，李强还将应印度邀请参加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本周国际外交舞台可谓是迎来了亚洲的焦点时刻。那么东盟系列会议以及 G20 的峰会连轴呢，在印尼以及印度2国的首都召开。这呢是大国总理首次连轴参加这2轮多边会议，也是呢李强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参加东盟系列会与 G20 峰会。所以接下来的1周将会是大国总理异常忙碌的1周。那么在雅加达以及新德里，中国领导人除了阐释中国理念、提供中国方案，那么也将会和参会的其他领导人广泛交流互动。那么至于外部世界的最大关切呢，我个人认为李强总理连续参加这2场峰会，将会就中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而且呢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就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推动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再度做出全面的阐述，也将会释放权威的政策信号。那么这将会给外部世界带来最期待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也必将会以最有力的方式来回应目前在美国西方舆论场上甚嚣尘上的各种所谓唱衰中国经济论。上周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特别在美国主流大报《华盛顿邮报》刊发英文来论，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比你想象的更好”。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曾评论，谢大使刊文发声就是要讲中国经济的关键事实，摆中国经济的硬道理，并且呢以此来回应澄清外界的不实之论。那么相信大国总理在接下来的1周会以更加令人信服的方式与更加权威的论述，展现描摹比美西方的所谓舆论想象要好得多的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未来。那么在美国西方的舆论场上，除了炒作各种唱衰论，所谓去风险也是一个热门议程。此前呢，李强在就任总理之后首次外访，在巴黎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以及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期间都曾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包括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从来没有改变，降依赖、去风险是伪命题，应该由企业做出独立的判断和选择，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切中世界经济发展痛点所在的重磅论断。那么接下来大国总理又将会有哪些个精彩论述，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为向外界展示核污染水排海所谓安全性，近日日本政客轮番上阵表演吃播，日本国内有声音批评这是在作秀。据日本富士新闻网3号报道，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也出新招，在福岛县海岸冲浪，以展示排海安全性。不仅如此，美国和韩国政治人物近期也通过行动对日持默许纵容态度，引发争议。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3号参加了在福岛南相马市开展的面向未成年人的冲浪教室活动，自己也下海冲浪。小泉宣称，
这是为了挺身彰显福岛海洋的魅力。冲浪号小泉进次郎还进行吃播，在镜头前品尝了长盘地区产的比目鱼刺身。身を持ってね、少しでも福島の海の魅力、それとこの処理水のことで一部の国内外の人たちから言われなきことを言われてますけど、全くそんなことないっていうのを少しでもお伝えできればっていうそんな思いですね。近期，日本政客轮番表演直播，日本网民也对这种政客作秀行为见怪不怪。有日本网民批驳，核污染水排海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小泉的这种作秀行为并不能证明排海的安全性。也有网友评论称，到了这种地步，只能说是典型傻瓜式政治宣传。日本推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而美国的默许纵容给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底气。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感到满意后，8月31号，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特意到访日本福岛县下马市，在餐厅品尝当地捕捞的比目鱼生鱼片等，并到超市选购食品。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启程去福岛之前，伊曼纽尔就积极在媒体造势替日本洗白，称赞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是走在正确道路上。他强调，此行不仅要展现美日团结，还要显示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安全性，以证明日本处理方式得当。同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走访了东京最大的丰洲鱼市场，并品尝当地捕捞的海产，还声称将敦促中方取消进口管制。同日，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前往首尔陆良金水产市场吃了一顿以海产品为主的午餐。有分析认为，在各国对海产品安全性的忧虑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美日韩此举有联合应对之意。尹锡悦胜选上台后，新一任韩国政府在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态度上不断软化。早在今年6月，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就表态称，若福岛核污水完全经过科学处理，切实符合韩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标准，就可以饮用。此番言论引发极大争议。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讽刺这是鬼故事，并怒批韩德洙表现得像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核污水既然能喝，为何日本执意排海？而就在日本政府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后的第一个周一，尹锡悦与韩德洙又以一餐高调的海鲜例会，再度为本土海产品的安全性背书。尹锡悦办公室还特地发布媒体声明，宣布海鲜员工餐在总统室颇受欢迎。韩国政府虽不断为核污染水的安全性背书，但仍旧难以取信于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万韩国民众涌上首尔街头，在广播喇叭的组织下缓步行进，高喊口号，抗议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要求岸田内阁撤回决定。游行示威规模之大，以至于拍摄者即便站在天桥上拍摄，也难以看到行进队伍的尽头。参与抗议集会的民众，除少部分受到核污染水排海直接冲击的渔业从业者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这场抗议集会由韩国在野党与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组织。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向尹锡悦喊话，再次要求其牢记自己不是日本的代理人。李在明还在韩国国会主楼前的帐篷里静坐示威，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尹锡悦政府暴政，破坏民主制度。但尹锡悦政府展现亲日立场还不仅体现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韩国防部8月28号发表声明称，在推进迁移陆军士官学校内放置的抗日将领洪范图雕像的同时，还将研究拆除国防部大楼入口前放置的洪范图雕像。据悉，洪范图雕像被迁走后，原位置将放上韩国亲日将军白善烨的雕像。此举招致韩国舆论痛批，表示亲日亡灵再次席卷韩国政权。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也对此公开表达担忧，称韩军的根就在独立军和光复军，难道对此都要否定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9月1号是日本屠杀旅日朝鲜人的关东大屠杀100周年。在此时点，尹锡悦政府清洗抗日将领塑像，把韩国政坛与社会的撕裂推向新的维度。有分析认为，尹锡悦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一心巩固美日韩铁三角的美国，而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拉近日韩间距离，以更好、更高效地为美国霸权服务。8月18号结束的美日韩戴维营会谈，则是对这一盘算的细化。
韩国的保守派一直以来的政策理念都是认为历史纷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争议不应该影响韩国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利益，强调要发展日韩战略关系，推动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安全合作。那么尹锡悦政府也延续了这样的理念。尹锡悦的做法呢，是期望引导韩国民众不要过度反对日本的相关行为，阻碍韩国的大的战略方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水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同步上演了一场享用海产品的吃播秀。您对此如何看呢？其实，在排放福岛核污水问题上，美日韩能够拿得出来的最为强有力的挡箭牌，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即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报告，也仅仅是表示福岛核污水排放的有毒物质是在人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没有说它是完全无毒的。同时，即使现在的检测结果与排放量是可以接受的，也不意味着在排放量逐渐累积以及在30年后不会危害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也就是说，不管你怎样洗白，那也是个脏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暂时危害程度有限的垃圾，也应该是留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刻意丢弃在公共场合。因此，面对日方长时间持续向公共场合扔垃圾的行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和一个正常的政府，你们即使不去谴责这种行为，至少也应该抱持怀疑的态度，或者至少对此保持沉默，以观后效。然而，美韩两国却和日本的岸田政府一道，反其道而行之，在同一时间上演了一起针对福岛海产品的吃播秀。我认为，与其说美韩两国的行为是在支持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还不如说是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针对性的反制中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尤其是在日本周边的国家当中，只有中国坚定地禁止了日本海产品的进口。当然了，对于美日韩三国来说，他们更为深层次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要对中国禁止日本的海产品进口的行为说不，更为关键的是，还是为了三国一起抱团在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上来共同对付中国。那日本强行排放核污水，又将会对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韩国国内因为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起的朝野之争，还是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外交博弈与民间情绪对抗，都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是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这一系列博弈，只不过是近年来本地区地缘政治与安全激烈博弈而产生的结果。正是因为尹锡悦政府的一面倒亲日政策，才激化了韩国国内朝野之间放行与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之争。同时，也正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全面倒向美国，围堵中国，尤其是介入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才进一步激化了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外交之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博弈当中，美国与韩国的尹锡悦政府选择了进一步抱紧日本，并进一步坚定了日本跟美韩结成军事同盟的决心。相反，经过这件事情的冲击，中日两国关系，尤其是两国的民意之间的裂痕，却在进一步加深，并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以及进一步影响到筹划多年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也就是说，经此一役，美日韩三国在越抱越紧，而中日韩三国却在渐行渐远。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冲突爆发已逾18个月，战况大起大落。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式发起反攻近3个月后，乌军终于在扎波罗热南部等多个地区突破俄军第一道防线。然而，就在捷报传出之时，乌方却突然宣布撤换国防部长。在兵法上，临阵换将是大忌，乌方为何做出这一选择？
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9月3号深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宣布撤换列兹尼科夫的消息，并呼吁国防部采取新方法。Alexei Reznikov has been through more than 550 days of full-scale war. I believe that the ministry needs new approaches and other formats of interaction with both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as a whole. 4号，列兹尼科夫透过社交媒体表示，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他回顾了担任防长期间的作为，称赞乌克兰对俄军的激烈抵抗，以及乌国防部为获得西方重要军事援助所进行的游说努力。57岁的列兹尼科夫在俄乌冲突爆发前3个月被任命为乌克兰国防部长。不过，在其就职期间，乌克兰国防部出现了一些腐败丑闻。今年1月，列兹科夫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其副手被迫辞职，原因是国防部被控签订食品合同时，价格比当前基本食品价格高出2到3倍。外界认为，列兹尼科夫被解职并不意外，此举很可能是为乌克兰国防圈的重大变革铺平道路。当前，乌方正在展开反攻行动，同时也在响应欧盟的要求，全面打击腐败。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初泽连斯基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反腐是他最响亮的口号。然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国防部的腐败情况已经让民众怒火中烧。据悉，负责征兵的官员对贿赂几乎来者不拒，导致有钱人可以随意讨兵役，没钱人大街上被抓壮丁。因此，虽然明知临阵换将是大忌，但泽连斯基必须做出这一决定。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也曾多次临阵换将，包括俄军南部军区司令德沃尔尼科夫、俄前国防部副部长、东部军区司令日德科、苏罗维金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等4位。乌方换将跟俄方换将不一样。乌方更换国防部长啊，主要还是文职官员。2023年以来呀，这个乌国防采购经常爆出腐败丑闻。为了赢得西方的这个政治信心和外交上的支持，那么泽连斯基政府不得不更换国防部长。因此呢，列兹尼科夫的这个更换虽然在政治上是属于一种这个减分，但事实上呢，对战局影响是有限的。当晚，泽连斯基还宣布提名现任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乌梅罗夫接任国防部长一职。按照程序，这一人事变动需要经过乌克兰最高拉达的批准，并将在下次议会会议上进行审议。He's played a role in the Black Sea grain deal and other wartime negotiations. 今年41岁的乌梅罗夫出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一个克里米亚鞑靼人家庭，自去年9月起担任乌国有资产基金会负责人。俄乌冲突期间，乌梅罗夫还是俄乌战俘交换问题的谈判代表，并参与过俄乌和平谈判。他当时曾向媒体表示，找到解决方案需要勇气，但他决心为这场残酷的战事找到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乌克兰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军事指挥家，而是需要一个军事外交家，通过与西方完美的对接争取更多的西方北约的这种援助，才是国防部长的主要职责。俄乌双方持续在前线展开激战，乌军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与俄军在前线地区发生25起战斗，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炮弹、导弹打击。乌克兰空军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人员和装备集中区、俄军火炮等目标实施打击。Fierce fighting again on Sunday at various points of the Ukrainian front line, not just where the counteroffensive has been making progress down here in the Zaporizhzhia region, but also up to the north of that front line around Kupiansk and Lyman, with particularly fierce fighting we hear. 此前一天，乌军还曾宣布正式发起反攻，近3个月后，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终于出现了进展，目前已突破俄军第1道防线，也是其3道防线中最坚固的。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乌军的反攻进度远不如预期。如今突破第1道防线，并不意味着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军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西部地区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事实上呢，这个只是突破了第1道这个防线，而俄军在扎波罗热、赫尔松地区设置了3道防线，可以说距离真正要完全突破
这个防线啊，俄军的防线，我说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俄军现在的这个火力上，还有防空制空权上呢，仍然占有优势。因此呢，乌军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俄乌冲突白热化之际，俄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定于当地时间9月4号在俄索契举行会谈，双方将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商讨新方案。俄乌都是全球重要的粮仓，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终止后，随即引发全球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一旦俄方此前提出的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就将重返粮食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他已经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问题向俄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便利俄罗斯粮食和化肥进入全球市场的具体措施。有分析指出，此次会晤体现了一段时间以来俄土双方的外交互动取得了积极成果，也展现出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分析认为，联合国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应该会涉及要求西方解除针对俄罗斯产品出口、金融、交通、保险等行业的制裁，这些内容将成为让俄罗斯重回协议的必要条件。但对西方来说，坚持对俄制裁是其既定政策方向，因此在俄罗斯和西方缺乏互信的情况下，此次会晤能否取得实质进展还有待观察。显然呢，这个俄罗斯希望借俄粮食协议呢打破西方的制裁，那么土耳其呢希望维持旧协议来维持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各方的力量并没有往一块儿使，所以导致现在呢谈判难度很大。美国和欧盟在撤销对俄农产品化肥出口制裁的问题上并不积极。而乌克兰外长列兹尼科夫明确说，乌克兰对于这个延续老协议并不太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求绕开俄罗斯，通过这个罗马尼亚，通过这个塞尔维亚，这个用内河转运至这个波罗的海和这个地中海这样一个运输渠道。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关先生，今天在俄罗斯索契，总统普京与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会见也是媒体焦点。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已经确认再次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那么上周呢，他已经就此和峰会的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通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索契会晤也是普京在 G20 峰会前和外部世界一次面对面直接沟通的机会。土耳其它是 G20 的成员国，埃尔多安这个周末也是要去新德里参会的。那么这也是土耳其对外极力传递的一个信息。埃尔多安的外交安全政策的首席顾问叫基利克，他昨天在接受土耳其新闻电视台专访时就披露说，俄土元首会谈那么将会聚焦于如何来重启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他强调呢，土耳其曾经为促成协议达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么土方欢迎全世界为重启粮食出口走廊来共同做出努力。今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也特别呢在标题中指出说，埃尔多安在 G20 峰会前瞄准黑海粮运与普京进行会谈。那么黑海运粮协议有机会重启吗？西方媒体的观察判断呢是并不乐观。路透社等等国际媒体都在渲染这几天俄方明显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尤其是粮运港口基建的空袭与无人机攻击的力度。但是呢，我个人认为不排除协议重启的可能性。关键呢就在于俄方会不会在索契会晤中提出新的报价，以及呢美西方将会如何来回应。俄方的诉求现在呢主要是两个，其一就是要恢复俄罗斯农产品贸易主要结算机构，也就是联邦储蓄银行的 SWIFT 结算资格；其二呢就是要放松俄罗斯的化肥贸易条件等等。那么从根子上来说，俄方的底线就是要以协议来撬动美西方对他实施的极限制裁。那我们也看到，即使俄罗斯退出粮食协议已经2个月了，但是呢，黑海粮食出口通道呢，至今也并没有彻底被关闭。前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呢，也透露说，截至当天，乌方呢已经有4艘运粮船经由黑海临时谷物走廊对外完成了输出。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接下来粮食协议能不能重启的关键，就取决于土耳其它接力斡旋的成效。那么更要看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最新要价会不会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防长换人，强调战争应对要用新方法，这会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吗？
乌克兰防长换人呢，其实是靴子落地，因为呢早就已经疯传泽连斯基要炒掉列兹尼科夫，甚至呢事主本人他此前呢也多次放风有意要辞职了。那么列兹尼科夫他被解职的这个导火线当然是越抹越黑的乌军贪腐丑闻。泽连斯基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只能够出重手整治。所谓战争应对要用新方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一个托词，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美西方急于期待所谓乌方反攻战果的一个临时性的交代。至于你说防长换人会对俄乌冲突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所谓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之类，我认为实际上说法不成立，它的影响恐怕是相当有限的。事实上呢，此前俄罗斯方面也多次换帅俄军指挥前线战士的总司令，已经换了好几茬，但是呢，时至今日，冲突不还是在残酷延续吗？我个人认为真正决定冲突走向的，其实是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与冲突的介入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应该关注的，反而是今天索契峰会的进展。那么土耳其它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总统埃尔多安成为国际社会上少有的能够同时与俄乌元首面对面的领导人。而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反倒是类似土耳其、沙特这样的中等强国在调停斡旋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那么前者成为促成黑海粮食协议的一个关键方，那么后者呢，也曾经促成俄乌达成换球协议。土沙两国的努力与经验，无疑是很有启示性的。如果全球性的大国也能够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那么真正为劝和促谈创造契机，那么看似进入到一个死循环的俄乌冲突，其实还是有转圜空间与谈判余地的。我期待在接下来召开的G20峰会上，能够看到相关的进展与突破。